自从郑爽代孕弃养被曝光之后，可以说是被所有的人口诛笔伐，也迅速被广电总局点名为劣迹艺人，遭到了全网封杀。但是让人奇怪的是，这次的封杀却似乎不是那么容易，各方势力都在暗流涌动。特伦哥就发现了几个蹊跷的细节，比如在23日，郑爽父亲郑成华录的那段公开道歉视频中，姑且不说网友反映的什么坐姿像老大，压根就没有觉得自己的闺女有错，狡辩郑爽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选择的代孕，单单她身旁的那个醒目的百度广告牌，就足以给了她傲慢的理由。连道个歉都能顺便把广告费赚了，这是被全网封杀的节奏吗？要是别的小品牌广告，可以说郑爽家是为了最后的曝光再赚上一笔退休钱。可这是百度啊，百度在中国互联网的地位是什么级别？当初能够挤走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 Google 那天起，百度可以说都快成半个官媒了。特伦哥在各个平台都发布过视频，可以这么说吧，百度旗下的平台审查制度之严格，令人发指。起码我的视频但凡说那么一点点真话，80%都被下架了。那百度这次顶风作案的给郑爽的家人送赞助费，这不是变相给郑爽撑腰吗？我要是郑爽的爹，我也牛气啊！在联想起来郑爽刚被爆料的时候，在几乎所有媒体的指责声中，北京电视台竟然第一时间发微博力挺郑爽，甚至在郑爽发文自己都承认错误之后，北京卫视还邀请她继续录制综艺节目。另外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1月18号爆出郑爽代孕的瓜，仅4天之后，1月22日，一共有31个明星绯闻被一次性的爆出，这其中受益人能是那31个明星吗？当然是在给郑爽这个事情分流量、降温做贡献呢。看看这些明星的咖位，可不是什么小演员来蹭热度来的。除了被华晨宇承认的和张碧晨有私生子，另外那些明星急忙出来辟谣，比如杨幂、魏大勋已经结婚，迪丽热巴和陈伟霆约过炮，邓超出轨欧阳娜娜，赵丽颖的孩子不是冯绍峰的。可见为了挽救郑爽，她背后的金主让大半个演艺圈都出来救场了。中国娱乐圈史上有过这么大牌面的危机公关吗？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这个郑爽背后的男人是谁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我的视频，后面会给出答案。要知道，早在2017年，广电总局为了防止娱乐圈炒作低俗媚俗之风，关闭了一些例如名侦探赵五儿那样的靠爆料明星绯闻的微博大 V 账号。在那之后，艺人的瓜一般都是明星自己或者是事件的当事人自己爆出来的。就像当初罗志祥被女友周扬青曝光劈腿，最后不得不退出演艺圈一样，但是罗志祥作为一个外来的艺人，而且是男艺人，自然没有什么有背景的金主肯为他撑腰，所以当时他出事的时候，全网竟然没有别的瓜吃，让他足足被骂了3个礼拜，直到他宣布彻底退圈。当今明星的爆料多半是炒作的假料，这些都是经纪公司精心策划的，等着好的时机让自己家的艺人独占热搜用的，或者是在艺人最近没有什么好的作品，曝光量少的时候才会自己爆出来吸引眼球。那这次集中爆出来的和30多个艺人一起分流量，这其中有没有资本的交易，我估计很难不让人怀疑。现在回想起出事之前的郑爽，这些年的确得到了与自己实力不相匹配的资源曝光度。自2016年，郑爽的父母决定不与专业的经纪团队续约，决定自己给女儿当经纪人之后，家庭作坊式的运营方式不但没有让郑爽人气下降，反而演艺之路越走越宽，这都得归功于金主的全力扶植。其中是一个金主还是几个，这里没人能确定，特伦哥只能根据网友的爆料给大家分析一下其中的可能性。如果把郑爽的事业设定一个分界线，那么2017年是重要的一年，北京也是他最重要的关键词。在那之前，郑爽的演艺事业属于不温不火，在湖南卫视的流星雨出道，参加旋风孝子之后解约，转战上海的影视公司合作，主要的作品只有2部，微微一笑很倾城和夏至未至。但自2017年郑爽接触到了北京的几个重要的神秘大佬之后，一下子蜕变成了国内的一线女星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他的第一个贵人叫夏晨安，他是上市公司北京文化的总裁。圈内人都知道，中国1半以上的爆款综艺节目都是夏晨安参与策划的，其中郑爽参加的《演员的诞生》就和他有关。自此，郑爽的作品多和这家叫北京文化的上市公司有关。由于这家公司与阿里影业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所以阿里旗下的优酷平台一些优质的综艺资源也向郑爽敞开了大门。比如他参加了《我们恋爱吧》第2季，这就是铁甲、追光吧哥哥等优酷制作的综艺节目。自从马云聘请高晓松作为阿里大文娱的主席，阿里影业的主要资源都是京圈的人了。就连一向不屑于请流量明星的赵宝刚导演，都在2018年拍《青春痘》的时候破例让郑爽出演女主角，并表示郑爽是某个公司推荐来的。多次采访的言语间，竟然恭维起郑爽的演技优秀。所以我也用了一个流量明星啊，郑爽，我也用了，那我可以说非常好。跟郑爽就是郑爽从我身上获得的能量，我也从郑爽身上获得能量，所以我们俩的能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出来了一个青春痘素颜的象征。我敢竖大拇指说，你再骂这部戏，你也得佩服象征这个角色的演技。哇，这导演这评价够高的。另一个与郑爽完全没有交集的京圈重要人物冯小刚，邀请他参加《如果云知道》的首映礼，可郑爽压根儿就没有参演过这部电影。真正的女主角是带资进场女王杨采钰，可那天冯小刚只带了郑爽一个年轻演员参加庆功宴，跟成龙、王中军、张国立、邓婕等一票大佬同桌，并向大家介绍郑爽是他的新朋友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聚餐之后，冯小刚还在郑爽的微博下留言，对当晚照顾不周深表歉意，语言十分的殷勤，跟一贯怼天怼地的小钢炮形象大相径庭。这些大导演对郑爽点头哈腰的反常举动，当时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怀疑，是不是郑爽也带资进组，攀上了什么高枝啊？而后的2020年年初，郑爽就携父母一起登上了北京卫视的春晚。另外，在郑爽参与的某档北京卫视的综艺发布会现场，副台长徐涛更是亲自在郑爽面前阿谀奉承起来，说罢还要代表张国立引证拥抱郑爽，肉麻程度仿佛郑爽是北京台的亲闺女一般。副台长都对郑爽如此的宠爱有加，这也呼应了一开始我说的，为什么北京台一直在力挺郑爽了。作为一线的女明星，没有上过什么大时尚杂志的封面，名下也没有奢侈大牌的代言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作为冯小刚的好朋友，北京文化的董事长宋歌就动用了自己的资源，让郑爽出道12年以来第一次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，而且登上的还是一本国际知名的法国杂志的中文创刊号。要知道，自身形象不错的郑爽一直被时尚圈拒之门外是有原因的。2012年，郑爽在为精品购物指南杂志拍摄封面时，妆化到一半就借口去洗手间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杂志方多次妥协沟通后无果，当时负责项目的编辑直接在微博上炮轰郑爽，倡议同行远离郑爽。本来就不是什么时尚界的宠儿，再加上这么一作，郑爽顿时成了时尚圈的过街老鼠。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和时尚圈有过交集。所以这次北京大佬出手，一举郑爽就成功跨入了顶级时尚女星的行列。郑爽在2020年一年拍的杂志封面，比她入行加起来的还要多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拿下了奢侈品牌 Prada 的代言。最后一位被网友扒出的金主，也被怀疑是造成郑爽与张恒分手的人，叫做胡广松。这个胡广松的叔叔很厉害，和赵本山、成龙这些人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是现任横店影视公司的董事，还是其他各行各业上市公司的董事，比如浙江银行、普罗药业、德邦照明等。炒过股票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些可不是什么小的上市公司。他还曾担任过中国银行东洋支行的副行长。一位自称是张恒读书时期兄弟的女朋友爆料，胡广松和郑爽是在2019年结识的。一开始是默许郑爽和张恒交往，但是当发现两人有结婚代孕的打算之后，大发雷霆，动用了自己雄厚的资源，把张恒家的小房地产生意给弄破产了，还把张恒全家逼到了美国。如果这个爆料属实，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恒要和郑爽鱼死网破了。
郑家背靠这么强大的靠山，这么有恃无恐的践踏生命，也就不难解释了。至于这场闹剧何时收场，让这些自认为用资本就能操纵这个世界的人死心，就要看外界的舆论能不能继续为那2个无辜的孩子讨回正义了，让他们知道，除了自己的妈妈，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善意的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同意我的观点，您的点赞、转发和评论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条视频，让正义的声音不会被金钱掩盖。如果您喜欢特龙哥的视频，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每周都会更新，传递正能量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